嫂子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顺便拿自己举例。我嫁出去后没回过一趟家，也没吃过娘家一粒饭，我哥才能发财。又看了我一眼，暗讽我，不然一天到晚在娘家坐吃山空，把当子的气运都被吸走了。笑死！他哥发财是因为家里拆迁，父母没给嫂子分一点家产，而我发财是因为我努力赚钱。我想辩解，可我爸妈却还拦住我，连我哥都说你嫂子说的也不是没道理。我气笑了，当天晚上就把我哥从分公司踢出去，顺便断了爸妈每月的高额赡养费。我倒是想看看我哥的气运到底能有多好。哥哥11结婚，请了大半个月的婚假，和嫂嫂去欧洲度蜜月。妈妈私下说嫂嫂家重男轻女，拆迁款全给了他哥，他一个子都没有。我对嫂嫂的第一印象蛮好的，话不多，脾气也好。听到妈妈这样说后，二话不说，给哥哥赚了50万，让他带着嫂子好好玩。这天，我坐在沙发上看剧追综艺，面前摆着些精致的点心。旅游回来的嫂嫂看到我，很是热情地掏出几个礼品袋：“青青啊，这是我和你哥从国外给你带回来的礼物。上次我去巴黎时，给当时还是哥哥女朋友的嫂嫂带了个名牌包包，礼尚往来。她这次度蜜月也给我带了一堆东西。”我感兴趣地坐直身子，挨个拆开包装袋。第一个是埃菲尔铁塔的冰箱贴，小标签上 Made in China， 特别明显。我查了下，还是义乌生产的。第二个礼盒打开后还是冰箱贴，德国啤酒样式的，义乌产。然后我陆陆续续打开剩下的礼盒，都是冰箱贴。嫂嫂见我表情不是很好看，特意解释了几句，这些是我们在不同国家买的，主要是我们带的行李箱太小了，装的东西有限，而冰箱贴不太占空间。对此，我不做评价。拆完了几个冰箱贴后，盒子里掉了张红色小纸条，淘宝好评加图，返现2元。嫂嫂，国外买礼物也搞好评返现这套吗？其实你不想送礼物可以不送，我没逼着要你还人情什么的。我说的是实话，因为我经常买礼物送给身边的人，从没有想着要他们什么时候或者返还同等价值的东西。但是嫂嫂送了一堆国内网购的东西，还各种撒谎，企图掩盖真相。我想自己先前对他还是不够了解。周青，我知道你嫌我送的礼物廉价，但是我一个月收入才几千，怎么可能给你买奢侈品包？但你也别太得意，生活得好并不代表你就优秀，只是你爸妈有钱罢了，脱离了他们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嫂嫂扔下几句话后，哭着跑回了房间，弄得我一脸懵逼。这好像说反了吧？我们家的资产明明都是我打拼下来的，因为赶上创业的风口，生意越做越大。前些年还开了分公司，我哥哥毕业后找不到高薪工作，我就给了他分公司一个清闲的经理职位，工作任务就是将单位的废纸扔到碎纸机里，然后月薪8万。当天晚上，哥哥在餐桌上突然咳了一声，我埋头干饭，见状，哥哥突然摔了筷子，表情发黑。菲菲全都告诉我了，说你嫌弃他礼物廉价，我们从国外大老远的地方背回来，俗话说千里送鹅毛，礼轻情意重，你怎么能当面嫌弃他送的东西不好呢？这个胡菲菲人品是真的有问题。我一个资助他50万度蜜月，然后得到一堆淘宝酒包邮货的人都没有生气，他有什么资格生气？50万就赞助了个白眼狼，不仅不感谢，还把我骂了一顿。我现在已经很仁慈了，好吧？我将刚刚发生的事情不添油加醋地复述了一遍，
哥哥张了张嘴，半晌后道：“那你也不能这样说你嫂子啊，她心里比较脆弱。”我瞪了眼他，那行，把50万还来。哥哥瞬间哑火了，一直沉默的爸爸开口：“和稀泥，好了好了，不要说这个话题了，吃饭吃饭。小青，你去楼上把你嫂嫂请下来。你哥刚结婚，难道你要让他们夫妻俩感情破裂吗？他又是个重感情的，到时候还不得哭死？也对，哥哥被上一任甩了后，在家里哭了整整3个月，他还不喜欢一个人哭，就要在你面前也不出声，默默地流眼泪。期间，我们全家都被他吓了无数次。谁半夜起床在卫生间镜子后看到一张流泪的脸，不害怕呀？一想到上次的经历，我就觉得头皮发麻，没有犹豫就上楼去喊嫂嫂下来吃饭。我刚准备敲门，房间内依稀传来嫂嫂打电话的声音：“是啊，小姑子太能花钱了，这个家早晚有点被她败光。她就是被家里惯坏了，好吃懒做，跟个蛀虫似的。我早晚给她赶出去。”我把手放下，改为用脚大力踹：“嫂嫂，大家原本担心你肚子饿，不过你骂我的声音如此有力，看样子是不饿了，我就不喊你了。”说完，我就转身下楼，继续吃饭。过了约半小时，大家都吃完了，嫂嫂红着眼睛下来，哥哥轻声哄她：“宝宝怎么了？今天回来时不还很开心吗？是谁惹你生气了？我马上替你骂他。”嫂嫂不说话，就一直看着我的方向。恶心人这套，他还挺会的。哥哥怒了，冲到我面前质问：“周青，你刚刚在楼上到底对菲菲说什么了？为什么她伤心成这个样子？”我语气尽量保持平静，估计哪天天气不好了，没买到喜欢的东西，她都会哭吧？别什么事都赖我头上啊！毛病！妈妈又过来当和事佬，你俩都少说一句，听菲菲怎么说。嫂嫂见所有人目光都盯着她，委委屈屈地扯过桌子上的纸巾，边擦泪边道：“我知道，不管自己怎么做，对于你们而言，我始终是这个家的外人。”我淡定地喝茶看戏，突然腰后被妈妈轻轻掐了下，她在给我疯狂使眼色。我故意装作看不懂：“妈，你眼睛抽筋了吗？疼的话去小区诊所看看。”妈妈嘴角抽抽，想要说些什么，被嫂嫂抢了先。她突然阴阳怪气道：“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。我嫁出去后没回过一趟家，也没吃过娘家一粒饭，我哥才能发财。”又看了我一眼，暗讽我：“不然一天到晚在娘家坐吃山空，把当儿子的气运都被吸走了。”我听完后拍着大腿，笑得眼泪水都出来了。他哥发财是因为家里拆迁，父母没给嫂嫂分一点家产。她嫁过来时，我家给了80万彩礼，而她只有1万块嫁妆。我妈没少因此在我面前念叨，吐槽嫂嫂家人个个是铁公鸡，一毛不拔。这1万块肯定是她自己的工资。妈妈还说嫂嫂很可怜，让我平时多照顾她点。可眼下，嫂嫂似乎乐在其中啊！我火了，到底有完没完？妈妈突然强行拉过我身子，往我嘴里塞了块干瘪面包。你多吃点东西，别晚上又饿着肚子到处找吃的。爸爸看了眼我，然后对嫂嫂道歉：“青青是被我们惯坏了，说话没什么分寸，你别往心里去。”我哥点点头：“你嫂子说的也不是没道理。”妈妈补充道：“青青啊，你哥嫂说的对，你最近时间不是没事吗？抽空去报个情绪管理班，不然就你这暴脾气，以后真没人敢娶你。”此时爸爸虽然没说话，但头点的都快要掉下来了。我气笑了：“如果你们继续像今天这样作死，惹我生气，我会收回给你们的一切。”说到做到，
嫂嫂哼了一声，就你这样子，顶多在家里装修时掏了5万块钱，搞得好像自己是神了一样。我可不会供着你，大不了把这钱还你就是了。5万块，后面再加2个零都不止。我声音都笑岔气了。周阳，你说说这些年我给你多少了？哥哥脸色不太好看，但他咬着牙道：我这些年花的钱都是自己赚的，劳动获得的报酬，没有靠任何人。妈妈竖大拇指，我儿子随他爸，为人谦虚，办事靠谱。爸爸点点头，男人就是要这样，少说话多干事，几人其乐融融，默契的当我不存在。我也懒得与他们扯皮，上楼简单收拾随身的东西，用力甩上大门。回到市中心的公寓后，我先干了一罐旺仔牛奶压火气，然后打给分公司的负责人，让他把我哥开了。负责人再三确认，问要不要给他 N+1的赔偿。我没好气道：赔偿什么呢？我没让他还钱就不错了。对面反应很快，好的，老板。我马上让秘书把周阳的考勤记录等材料准备起来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分公司负责人是我当初亲自应聘的，行动力强，考虑也周到。事实证明，他值得年薪1000万的工资。接着，我联系自己的私人秘书，我爸妈每人每月30万的信用卡额度降为3000，因为是非工作时间联系他们，我给2人都发了2万的红包。他们除了表达感谢外，还向我保证一定会把事情办妥。突然，手机屏幕亮了下，哥哥给我发了消息：青青，今天下午是哥哥不对，为了面子撒了点谎。我知道现如今的一切都是你给的，我会永远铭记在心中。但是男人嘛，总归在爱人面前想要点面子，算哥求求你了，这段时间你先住在外面，不然我夹在你俩中间，也不知道该帮谁。又过了几分钟，对面发了个红包过来，微信红包最高就200块。我点开发现里面足足有20元，然后又是一条新的语音：委屈你了，哥请你喝奶茶。我听完后依次点击右上角3个点，头像，右上角3个点，然后一键删除。世界顿时清静了。第二天我直接睡到中午，醒来后发现手机上几十个未接来电和短信，哥哥被我全方位拉黑了，嫂嫂没我联系方式，所以都是爸妈号码发过来的。以分公司负责人的办事效率，我哥现在应该连公司大门都进不去了。我打开别墅监控，看看爸妈他们在干什么，然后就看到了家里4个人围坐在沙发，有说有笑的。杨洋累死累活1个月才8万块，我们俩每个月退休金加起来都有60万，完全够你们生活的。那个破班，谁爱上就上。爸爸也说，我俩每个月花30万就够了，另外30万给你俩。嫂嫂眼睛亮了亮，脸上喜悦之色完全藏不住。爸爸妈妈，你们之前是干什么工作的呀？退休金那么高，真的好厉害哦。哥哥故弄玄虚，做了个封口的动作，那是机密，不能透露的，就连我都不知道他们是干嘛的。嫂嫂似乎是懂了，急忙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。既然每个月有30万，那老公你确实没必要工作了。我们就算餐餐在外面下馆子，每个月也花不到这些哇。要不我们今天就出去吃饭吧？刚好我哥嫂他们今天来这边办事，咱带上他们一起。哥哥宠溺一笑，都听你的。市中心有家高级会员制餐厅，人均1万，我带你娘家人去体验下。接下来的画面就没啥好看的了，一行人各回各的房间收拾东西。人均1万的高级会员制餐厅，我想了下，我公司附近不是刚好有一家吗？老板还是我大学时的一个朋友，
我决定等会也去那里吃。我用完餐后没有急着走，和朋友聊了会近况。过了会，哥嫂爸妈穿着精致的礼服过来了。嫂嫂手上提着的包还是我之前送她的那款，只见嫂嫂接了个电话，然后转身去门口接人。她身后陆陆续续来了6男6女，爸妈有些吃惊：“菲菲，你不是只有一个哥哥吗？”嫂嫂不好意思地笑笑：“我有一个亲哥，3个表哥，还有2个堂哥，机会难得，我们普通人家一辈子都不舍得吃这些呀。”然后哥哥把他们对象也带过来了。爸妈表情有些不悦，但到底没说什么。一行人很快入座，然后服务员告诉他们，因为今天是餐厅的20年纪念日，食材都是从欧洲空运过来的，食材成本高，所以今天的标准是人均5万，12个人就是60万。听到这里，妈妈就有些坐不住了，这么贵，平时不就是1万吗？服务员笑容依旧亲切，将食材的各种成本一说，最后算下来，餐厅居然还是亏本的。餐厅有提前给每一位会员发公告，因为今天是对所有食客的回馈，亏的钱将由我们老板个人掏腰包支付。爸妈和哥哥有些郁闷，他们用的是我的会员，自然收不到这条短信。嫂嫂的娘家人纷纷抱怨：“我都大老远赶过来的，不会吃不上吧？早知道就不来了。妹子，你不是说自己嫁了个有钱人家吗？合着连请娘家人吃饭都不舍得呀，真小气。”爸妈咬咬牙，还是坐下了。嫂嫂的娘家人态度马上变了，对他们一阵猛夸，然后拿着菜单点了一大桌子的东西。西餐厅贵在精致，而不是量，所以每一个盘子上来后，量都不是很多。往往爸妈和哥哥还没动刀叉，东西就被其他人一抢而空了。这顿饭他们吃得特别恼火，我和朋友就在他们的位置后面，中间有隔断，将这一切都纳入眼底。这是朋友特意安排的位置，我们能看到爸妈他们那桌，而他们看不到我们。很快到了结账的时候，服务员端上来一个精美的账单，请问是刷卡还是怎么支付？哥哥看都不看，直接道记账。但很快他这副阔绰的样子就被打脸了。不好意思先生，活动期间我们不支持记账。妈妈顿时急了，你们这什么破餐厅，这也不能，那也不能，下次我们再也不来了。服务员笑笑，好的，这是你们的权利，用餐愉快。妈妈气结，不管她怎么生气，都像是打在棉花上。最后爸妈心不甘情不愿地将各自的银行卡拿了出来，2张信用卡额度一共60万。服务员接过卡，在机子上刷了一下，结果显示余额不足。妈妈傻眼了，不可能啊，今天是1号，我们这个月还没用它，额度不可能不够，是不是你们机子出问题了？爸妈花钱大手大脚，经常不到月底额度就用没了。至于存款，更是1毛没有，因为有我这个女儿在，没钱了打个电话就行。而我哥和他们一个德行，关键时刻还是嫂嫂灵机一动：“爸妈，你俩登录网银看一下信用卡剩余额度。”我爸妈不会操作，最后还是嫂嫂一个表哥弄的。他登录后道：“这张信用卡额度3000，另一张也是。”我妈夺回手机，戴上老花镜后又确认了几遍。哥哥咬牙切齿道：“一定是周青把额度改了，他先是把我拉黑，然后让公司开除我，现在爸妈每月的30万信用卡额度也没了。”嫂嫂皱着眉问：“周青让公司把你开除，他有这么大能耐吗？还有，你爸妈不是每个月退休金30万吗？现在怎么变成信用卡额度了？”我哥没说话，嫂嫂一堂哥的小女朋友心直口快道：“
嫂嫂你被骗了呗，这一家人花的钱估计都是周青赚的。上次我看到过周青，朋友说他是上市公司的老总，也是青年富豪榜前10的大人物。你之前总吹你老公多么多么厉害，我因为好奇查了一下，那公司应该是周青名下的分公司，招聘软件上要求学历得是985研究生起步。你老公专科毕业，不走后门能进得去。嫂嫂意识到自己被骗了，一脸的阴郁之色。妈妈听到儿子被诋毁，原本压抑的怒火爆发了。你什么意思？看不起我儿子咋的？没有我们，你进得来这家餐厅吗？再逼逼就个人付个人的钱。一听到要付钱，嫂嫂的娘家人集体沉默了。我未卜先知的把爸妈联系方式也拉黑了。服务员催着一行人买单，旁边桌子的人频频向他们的方向看过去。爸妈联系不上我，碍于面子，就和嫂嫂商量：菲菲啊，之前我们不是给了你80万嫁妆吗？要不你今天先拿来垫付下。你放心，过2天我就让青青把钱打给你。不等嫂嫂反应，他那从刚刚开始就一直沉默的亲哥嫂急眼了。什么意思呀？都已经结婚了，哪还有把彩礼要回去的道理？我看你们今晚就是故意来骗钱的。爸妈怕菲菲乱花钱，就给她存定期了，5年后才可以取出来。其实只要不傻，都知道这笔钱大概率在哥嫂手里了，不然他们的过激反应也不会这么明显。妈妈气得指着嫂嫂道：你怎么能把钱都给你家人呢？那是我们给你们小家的钱，不是让你哥养媳妇娃的。胡菲菲，我警告你，必须把这边钱拿回来，不然你就离开我们家，回你娘家去吧。嫂嫂回对，这钱明明是周青的，他都没有表态，你们有什么资格要回来？彩礼钱给我了就是我的，我有权这么处理。况且我把钱转给我哥时，你儿子在场，你个老不死的现在赶我走，你问问你儿子舍得吗？他爱我爱得要死要活的，要走的是你们才对。你们可真不要脸，撒谎说自己退休金30万，其实都是在吸自己女儿的血。两人随即扭打在一起，嫂嫂的娘家人自然不会坐视不理，几个哥哥纷纷加入战场，爸爸护着妈妈，然后两人就被围殴，哭得嗷嗷叫。而这时，他们的好大儿一边迅速躲了起来，一边隔空劝架：你们别打了，都别打了。这动静吸引了全店的客人，最后还是服务员报警，然后几人全被警车带走了。朋友给我倒了杯香槟，提前祝你生日快乐，青青，这个礼物你还满意吗？我当然很满意了。临出发前打了个电话，告诉朋友我爸妈他们可能今晚会过去吃饭，然后我想看好戏。朋友知道昨晚的事情后，二话不说就配合我一起安排了这些。我拿出一张支票，刷刷写了几个数字，递给朋友。今晚除了周阳那桌，其他桌我都买单了，后面别忘记了找他们催债哈。朋友没收支票，今晚的小插曲不会对餐厅生意造成太大的影响，因为来的都是我朋友。来之前我也提前给他们打过招呼了。话说，你早就该整整他们了，吃你得喝你得，还把自己当大爷，对你颐指气使的，动不动就喜欢说教。这个家如果没有你，早晚会落魄到在大街上乞讨。我举起香槟，和他碰了碰，可能是因为从小就缺爱吧。我一直幻想着家庭和睦，渴望从家人那边获得关爱。经历过这几天的事，我总算是想明白了，他们给不了关爱，只会让我恶心。朋友安慰地摸摸我头发，与你有血缘关系的不一定就是合格的家人，你太优秀了，他们不配。如果你不介意，我可以当你的家人，我们是闺蜜，
是家人，是灵魂知己。我的脸上不知不觉中绽放了一个大大的笑容。好，我决定明天就把户口迁出来。朋友的姐姐是附近派出所的民警，她和朋友吐槽今天值班遇到的奇葩一家人。朋友直接将聊天截图发给我看，并留言：餐厅闹剧的后续发展，你慢慢看吧，别笑坏了肚子。原来我爸妈被打骨折了，构成了轻伤，轻伤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。嫂嫂自然不可能让自己的娘家人坐牢，警察也建议私了。但我妈当场表示，除非把80万带回来，不然她要起诉。哥哥夹在中间，两边磨破了嘴皮子，收获甚微。但在嫂嫂说要离婚后，哥哥立刻站了队。他让妈妈少计较，一直以来把我哥视若珍宝的妈妈气得不行。他不怪我哥不孝，怪嫂嫂把他带坏了，扬言要找人把他娘家人打一顿。双方在警察局门口闹得特别凶，最后还是哥哥以死相逼，爸妈才选择了私了。嫂子娘家人出了医药费，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了。我看完戏，不忘催促搬家公司动作快点，等爸妈他们回家就会发现别墅密码已经改了，然后行李什么的都被送回了老家。这是我给他们的出院礼物。1个礼拜后，我回市中心的高级公寓，结果门前围坐着4个人，我爸妈还有哥嫂。他们一看到我，就如同看到了再生父母，亲切得不得了。首先是爸妈：宝贝女儿，妈知道错了，不应该用那样的态度对你，妈给你跪下认错，能不能让我们回去住啊？小青，我和你妈身体不好，老屋子全是蟑螂老鼠，住那里身上的伤不仅不会好，只会越来越严重。你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病危吧？爸爸妈妈跪下道歉，然后是哥嫂：青青，哥也错了，哥发誓以后一定把你捧在手心里护着，给你当牛做马，绝不会有任何的抱怨。小青，一直以来我都误会你了，我不该说你是米虫之类的，事实上你比你哥优秀1万倍，你是我见过的人里面最优秀的，我这张嘴就是欠抽。哥哥嫂嫂也跟着跪下了，4个人整整齐齐地跪成一排。如果有人路过，恐怕还会以为我是什么教派的教主呢。我的额角闪过一丝黑线。爸爸妈妈，那屋子不是我们从小生活的地方吗？2个房间，你俩睡主卧，哥哥睡小房间的单人床，而我在客厅打地铺。冬天的客厅特别冷，因为阳台的窗户是漏风的，吹得我手脚全是冻疮。夏天客厅全是蚊虫，我又是易过敏体质，被咬得浑身都是红疹。你们有钱带哥哥去吃必胜客，却没有钱送我去医院看病。40多度的高热天气，因为没钱买药膏，过敏越来越严重，最后还是邻居看不下去，带我去看了医生。我那么多年地铺都睡过来了，现在你们怎么就不能适应了？然后我将身子转向哥哥，还有哥哥，你小时救了我一命，我很感激，所以我成功后就陆陆续续给你机会，但凡你有一丁点的才能，分公司的负责人位置就是你的。可你进入公司不愿吃一点苦，写个计划书，从头到尾连句子都不通顺，错字一堆，还把项目金额少写了1个0。你负责对接与其他公司的项目，早上睡过头迟到，会议上误将自己 U 盘里的黄色写真当 PPT 播放，闹了个大笑话。因为你连最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，我只好单独成立了一个部门，月薪8万。你每天的任务就是把其他人桌面上的废纸收集起来，然后放碎纸机里。这些年来，你只字不提我的回报，只知道反复强调你对我的恩情。我忍了一次又一次，现在不想忍了，就这样吧。
你有意见就直接去法院起诉我。见我将视线转向他，嫂嫂抢先道：“小青，这些我都不知道，我也是被他们骗了，然后以为你是个好吃懒做的人，你可不能怪我呀。我现在知道你做的这些事情了，非常佩服你。我以后一定不会再说你一句不是，我发誓。”说完，嫂嫂举起3根手指，态度特别诚恳。我忍不住笑了。其他的事情你不知道还说得通，但我给你们的蜜月旅行赞助50万，你应该知道吧？你拿着这笔钱大买特买。我有朋友看到你在巴黎的奢侈品专柜入手了一只爱马仕包包，然后你特别慷慨地送给我一堆几块钱的义乌小垃圾。那些冰箱贴中就没有一个能在冰箱上成功粘住5分钟以上的时间。你说我抢走了周洋的气运，话里行间都在赶我走，殊不知房车都在我买的，哥哥的全部财产就只是那套不值钱的老房子而已。我将一直以来隐忍的事情全部控诉出来，说完以后浑身舒畅。而我对他们的各种情绪也仿佛随之消散了。就这样吧，我已经把自己的户口迁出来了，以后每月爸妈都会收到3000块的养老金，这比本市的最低工资还要多一些呢，够你们维持基本吃喝了。至于哥哥你们，我对于你们没有法律上的赡养义务，你们也还年轻，没有丧失劳动能力，完全可以自己养自己。说完，我不去看众人的脸色，打电话把小区保安喊过来，当着他的面道：“以后这些人一律不准放进来，他们不是我的亲人，我上没老下没小，是个孤儿。”保安一个劲地和我道歉：“好的好的，是我们工作疏忽了，以后不管他们拿着户口本还是闹着要报警，都不会再放他们进来的。”说完，几个保安把爸妈哥嫂往外拉：“来人呐，杀人了！这个不孝女要杀自己爸妈了！”妈妈大喊大叫，其他3人见状也跟着喊了起来：“你们尽管喊吧，这小区的隔音是顶级的，喊破了嗓子也不会有人听到丁点儿动静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应该是我倒数第2次见你们了，下次见面只会是我给你们上坟去。祝你们余生一路顺风。”几个保安又喊了一队人过来，将我爸妈他们架了出去，赶在门口闹着不走。好，只能报警把闹事的人抓起来。爸妈等人没钱没工作，只能回老房子里待着。后来我听说他们还去嫂嫂娘家闹了几次，想要回80万的彩礼钱，但对方直接搬家了，就连嫂嫂都被拉黑了。爸妈他们享受惯了奢侈的生活，自然不甘心挤在老破小，于是他们先是找来媒体记者，控诉我的不孝行为。哥哥还试图起诉我名下的分公司，要拿N+1的赔偿，最后他们都失败了。我直接开了个新闻发布会，将这些年给他们花的钱，以及他们对我的所作所为，完完整整地陈述了一遍。有图有视频和文字，还有一些证人。爸妈所谓的不孝谣言不攻自破，几人反而因此小火了一把，当然是人人喊打的那种黑火。至于哥哥的起诉，分公司负责人直接提供了他的考勤记录等文件。工作的这几年来，他打卡的次数一只手都可以数得过来，并且经常旷工，迟到早退。他没有为公司提供任何的价值，甚至还造成了不小的损失，损失的金额远超N+1赔偿的数目。最后他的律师直接劝他撤诉了，他不保证自己能够打赢我的天价律师团队，更不确定最后法院支持的赔偿金额能不能支付得起他的律师费。总而言之，这几个人折腾了一圈，到最后不仅拿不到1分钱，反而让自己负债累累。当然了，他们是不可能就此善罢甘休的。几个人贷款找关系，混进了我参加的一次私人派对，
他们的行动早就被我请的私人侦探掌握得一清二楚。我假装喝了被下药的酒，头发晕，朝着休息的地方走去。结果刚到房间门口，身子就软了下去，被尾随的几个人抬走。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废弃的仓库，快，趁着他没醒，赶快把他杀了。怎么杀呀？我没杀过人啊，从脖子那里砍，还是先捅肚子？万一他醒过来怎么办？要不这样吧，我们把他扔河里淹死。不行啊，他会水，扔河里万一清醒了，自己游上来了怎么办？然后我陆陆续续打开剩下的礼盒，都是冰箱贴。我几人商量怎么杀我的时候，发现我醒了，完了，没时间，直接拿刀子捅吧。他们人手一把刀，瞄准了我。可他们不知道，所谓的废弃仓库里面全是摄像头，角落里藏着几个身手矫捷的保镖。他们在几人行动的一瞬间就制服了他们，然后又迅速离开了。几分钟后，以朋友姐姐为首的警察破门而入，因为朋友在宴会上找不到我的身影，就和他姐姐说了这件事。然后警方通过宴会主办方提供的视频，确定犯罪嫌疑人身份，赶了过来。接下来的事情，只要交给律师和警方就好。我不准备再出面，我本来是这样想的，但过了段时间，我接到警方的通知，让我给爸妈收尸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关键时刻嫂嫂被查出怀孕了。本来爸妈准备揽上主谋的身份，让哥嫂少坐几年牢，结果嫂嫂的前任找了上来，要等嫂嫂生下来后把孩子带走。他当初明知道嫂嫂怀孕1周了，还要和她分手，就是因为看不上嫂嫂的娘家人。戏剧化的是，过了一段丰富的夜生活后，他被检测出不育症，然后才想起来自己的这个孩子。庭审结束后，前任与我哥大打出手，我哥失足后脑勺着地，当场咽了气，嫂嫂也意外摔成了植物人，每天都需要高昂的医药费。医院起诉了他的娘家人，要钱。朋友也起诉了他的娘家人，除了高达60万的餐费外，还有破坏店铺的损失费。嫂嫂娘家人四处躲债，成了老赖。而监狱里，我爸妈听到哥哥死亡的消息后，接连脑中风了。年底，朋友多买了一张票，邀请我去他家过新年了。我看着高铁窗外染上粉色的云，不知不觉中陷入了香甜的梦乡中，一路好梦。接下来，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。例假推迟第10天，男友带我回老家见朋友，一桌子盛宴无辣不欢。可我是不吃辣的。席间他们说方言，男友不时朝我抬眼笑。高露是独生女带球跑，我娶她只能是零元购。他还不知道我把他工作也辞了。其实我都听得懂。我没想到千里之外，等我的不是一场远嫁豪赌，是满盘皆输。想起他不止一次说过想要传统的爱情，如从前那般车马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人。但我这一生有他一个坎就够了。简格看我一筷子未动，切换了普通话，我已经让少辣了，你多少吃点。这边很少有不辣的菜，很少不代表没有。我不想在满桌客人面前跟他争辩这个，低头筷子扒拉了下，仍是找不出半点能入口的。何况我现在也没心思吃。筷子悬在半空许久，对面突然传来悠悠的一声：“没跑了，你女朋友铁定有了，跟我老婆当时一样，这不就是孕反吗？你小子捡大便宜了。”我抬眼看去，是简格的发小沈建雄，从落座他的眉眼就不怀好意的上下打量我。全程简格和他们都是方言交流，起初简格低头与我耳语，他们习惯说方言了。伴随着酒菜下肚，他脸颊渐渐泛红，嘴里的话也越来越不避讳。
反正他以为我听不懂。说到我的例假已经推迟了10天时，他笑得眯起了眼。高露是独生女，这要中招了。我娶她只能是零元购。那3个字随着怪异的方言腔调，让我瞬间血液凝固。放在膝上的那只手不由得攥紧了手机。来赴饭局途中，我已经收到公司发来的消息，那一行字我仔细看了2遍，一度以为主管发错了人。现在简格滔滔不绝地坐实了，他还不知道我替他辞职了。女人嘛，在家相夫教子才是正途。心寒不是突然的，是一寸寸的往下冷。包厢的门被人推开，一个踩着细高跟鞋的女人走进来。简格肉眼可见地紧张了下，仓促地站起身来，椅子发出一声剧烈的轰鸣。女人已经笑盈盈坐在空位上，眉眼自下而上地看着他。我都不配来吃你一顿饭了吗？好歹当初差点结婚了呢。我抬眼看过去，他是简格临阵脱逃的白月光程月。话说出口，席间瞬间静寂。程月又冲我笑了笑，开玩笑的，小姑娘别介意呀。我勉强勾了勾唇角，不介意。我介意的已经一点点地在被验证了。从程月出现，简格就变得沉默了。他和我很不同，性格开朗，胃口也好。我想起简格留在邮箱里的那些年代久远的邮件，每个简称都是 you。他说只是懒得清理，也不介意我去查看。但当我做事要打开第1封时，他显然眼神很慌乱。想想我那时真傻，掩口笑着就关上了。我尊重你的过去，有些东西不必重新回顾。他当时又惊又喜的样子我记了很久，和现在垂着头不自觉地握住我放在桌上的那只手很不同。我的余光已经瞟到程月的眼神几次落在我们交握的手上，笑意有几分讥讽，也有几分怅然。我想他的失意是因为简格和从前不同了。桌上的人们七嘴八舌地用方言在明里暗里地捧着简格。他是这一桌人里唯一北漂还漂出息了的，在外企混得风生水起，母校至今挂着他优秀毕业生的照片。而现在，我也成了他新的功勋章。沈建雄啜着酒，高露怀孕了，简格用不了多久该办喜事了。程月脸色又白了一瞬，却强打精神笑着：“那还真是恭喜了。酒席别忘了请我。”简格攥着我的手又收紧了几分，哪有功夫办酒？先把证领了，等生了再说。顿了片刻，他突然又嗤笑了下，还是肚子大了牢靠，省得阵仗那么大，万一跑了还丢脸。这话像一把匕首戳在我和程月的胸口。程月连营业似的笑也没了，冷着脸看向他。我手里的筷子滑落在地上，简格急急拉住我弯腰去捡的手，语调里尽是温柔：“别弯腰，怀孕了可不能这么弯腰了。”涌上心头的厌恶感让我不由得打掉了他那只手，早了点。简格，你太急了。交往之初，简格就说过，他想要传统的爱情，从前车马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人。但回头看我们的交往，他一直都很急。在我进公司不久后，同事们众所周知他在追我，受宠若惊之余，我其实没太多思考的空间。他方方面面都展现得那么优秀体贴，看上去该有无穷尽的选择，却偏偏对我很上头，在诸多的项目上提携我，帮助我。亦师亦友之后，是免不了的动心。现在想，只觉得自己像自投罗网的兔子。说喜欢传统又追求细水长流的人，怎么会急不可耐地搬来跟我同住？本要留在新婚夜的惊喜，成了酒后的情难自已。尤其在知道我例假推迟后，他表现出的惊喜更像是蓄谋已久，当即冲下楼去买了验孕棒。在晦暗不明的结果面前，他表现得镇定自若。不急，时间还短，过阵子我陪你去医院。
随即而来的是邀我回老家见朋友们，甚至完全没过问我，就自作主张地带我回家住。他说的理直气壮，我们都要结婚了，当然住在家里，没有求婚，不谈两家见面。我如鲠在喉，却不知该如何提。在这场会面回去的途中，他一边开车一边问：明天早上我陪你去医院，然后我们领证。一切都很急，他拿捏我性子慢，反应也慢，但放在一旁的手机在不断的震动，我看得分明。屏幕上的 U 显然比他现在还急，不由得就问出了口：程月是不是离婚了？大概意外，我竟然听出他之前和沈建雄的话。简格诧异地看向我：你怎么知道？我随口搪塞，好像听你之前提过。突然想起来，他顿了下，语气嘲讽：离了，他捞了不少，因为前夫婚内有了别人。我按下汹涌的情绪，这下什么都对上号了。深夜我辗转反侧，只在简格推门进来时装睡：露露，起来喝杯牛奶。他小声叫我，探头过来查看许久后才退了出去，大致以为我睡熟了。他与父母在客厅的交流大声了许多，他们也是用方言。从我抵达的第一天起就这样，我听到他父母给他出主意，不能吃辣怎么行，给他个下马威，所以每一餐都是辣的。他母亲还有一脸歉疚地看我。但现在门外的声音里夹杂着程月的名字：你和小月别闹出事来，好歹等这边顺利生下来再说。简格笑了笑：没事，程月拎得清，是他现在扒着我。他说程月离婚后就找他复合，可他也不傻，他现在手上有钱有房，又舍得给我花，可娶她是不可能的，他自己心里也清楚，不然今天饭局后就不会求我了。我想起了车上那一直不停歇的来电，简格说他要我保证，就算婚后也不会抛弃他。他的笑声里满是讥讽，当年风风光光娶她不愿意，非要当个破鞋。这样的简格让我感到陌生，从脚底攀上的阵阵冷意几乎让我牙齿打颤。过了许久，外面安静下来，门缝也不再透光。我摸索着爬起来，小心翼翼地收起行李。第一趟出去的时候什么也没敢带，手里拿了滞空的水杯。在确认他们都已经睡熟以后，我才重新回去拿了行李。身份证没找到，应该是被简格扣下了，怪不得他来的时候说要替我订机票。我蹑手蹑脚地往外走，开门锁的手都止不住地发抖。在走出去时候，身后传来嘎吱一声，惊得我差点绊住自己，缓缓回头，却发现虚惊一场。只是窗户被风吹响，趁着夜色急急地赶到路边去。夜风吹得我浑身都在发冷。好在路边的车停在昏黄的路灯下，在我靠近时吧嗒开了锁。车里的程月眼圈微微发红，扫了我一眼就发动了车子。放在一旁的手机屏幕亮着，还停留在我发给他的录音文件播放界面。车里的气温并没有比外面好到哪儿去，透着夜色，我也看得出程月一双手握着方向盘，用力到发白。得知我的身份证被扣下，他似乎一点也不意外。我给你先安排到酒店，然后办临时身份证。他瞟了我一眼：放心，他找不到你的，就当我感谢当年你帮我了。当年很久了，5年前，大学舍友求我借父亲的车去帮他解救逃婚的表姐。关于逃婚的原因，他语焉不详，只是恨不得下跪求我。拗不过他，我不光借了车，还和朋友一起去的。翻墙逃出来的那个新娘就是程月，我和她也不过只有那一面之缘，但她却记得我，在那场讨论如何零元购取到我的饭局上。我借口去了洗手间，出来就看到了靠在墙上夹着半截烟的程月。他看向我，
笑得很轻蔑。怎么偏偏是你要趟浑水呢？他的手机递过来，里面是各种不堪入目的视频，那些俯拍的角度，右下角的日期，无一不向我揭露着这段感情里的背叛。他盯着我微微发颤的手，笑着把烟头摁灭。为了个孩子不值得，你觉得呢？我不得不看向他。那你呢？为什么跟他？现在又为什么告诉我？他的笑意有增无减。我见不得他过得舒坦，就想当他心头那根刺。而现在，他的车子在夜色里穿梭，停在冗长的红灯间歇里。他终于转头看向我，他对你还是不一样的，我看得出来。我微微地别开眼看着车窗外，可能我是他在当下的众多选择里最适合的那个。毕竟经是他接触的职场里，符合他婚后相夫教子理想的只有我。但他这次也走眼了，我没那么好拿捏。补办身份证的那3天，我一直在酒店里。简格是在天亮后发现我不告而别的，他的号码已经被我拉黑，绿泡泡是没完没了的消息。我看着他从焦急到困惑，到生硬的质问，只是看，半个字都未回复。用酒店号码和家人联系过了，也知道他佯装关心的早就打给他们，只字不提其他，只说我莫名的离开。父母在我的授意下配合他一起着急，甚至提出要赶来一起找。简格表现得很无辜，不知道她怎么了，怀孕可能是比较敏感。再过几天，她向公司请的假也到期了。按照她的原定计划，我们本该在这段期间验孕、领证，然后她会带着生米煮成熟饭的我返回京市，用安胎、筹备婚礼拖住我所有的注意力，让我就这么成为她零元购的准新娘。现在我打乱了她的计划，程月陪着她四处找我，也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情，她暗中拨通我的号码。我清晰地听得到他们在车里的对话。程月问他：“你何苦算计他？既然真想娶她？”简格停顿了许久才说：“哪有什么算计，不过是孩子来的刚刚好。再说了，我的钱也不是刮风来的，能省则省。”程月嗤笑了一声：“就为了钱？”简格也笑得轻蔑：“钱算什么？我当然得确认她是愿意无条件嫁给我的。”他提起了那一顿顿的辣菜，不过是一种服从性测试。我不想重蹈覆辙。他悠悠地说：“妻子就该留在家里。当初我也是这么跟你说的。”程月笑得有点夸张了：“是不是还得能接受你的心猿意马？外头彩旗不倒。”这话似乎让简格有些不悦。你现在不就是我的彩旗吗？金玉其外。我脑子里不断地闪过这个词，温文尔雅、谈吐得体，都只是一个人对外表现出的适应性，但骨子里他依然把娶妻当成按部就班的一步棋。什么一生只爱一人的感情？他想要的只是在围城里圈养的配偶。我已经心灰意冷的要挂断，却听见简格又说：“高露跟你不一样的，就算让他闯荡，也闯荡不出个名堂来。外面的尔虞我诈不适合他，留在家里带带孩子，孝顺父母，我养着他就好。”他说着如此可怕的话，竟然是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柔语气，只怕他根本想不到，我在听到时，血管里的血液都在发冷。何况他父母年纪也大了，就他一个独生女。他轻咳了一声，以后说到底能指望的不还是我吗？我不觉开始细细回想，是从什么时候不小心地透了我的底牌？是知道我父母在京市相邻的直辖市颐养天年，攒了些丰厚的家底时，还是不经意在我和他们的电话里听到了我对工作的漫不经心？程月突然问他：“那我呢？”简格缓缓地说：“各取所需。”程月，我以为这就是你要的。我默默地挂断了电话，界面停在简格刚刚发给我的照片上，
一枚镶嵌了一圈小碎钻的戒指躺在红丝绒的盒子里。我没第一时间求婚，只是在等定制的婚戒，不是不在意你。我存图丢进搜图搜索里，几秒后，满屏都是同款，甚至连4位数都不需要，包邮到家。我不觉笑出了声，并开始反思，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让他觉得我无脑好骗的。在半年多的相处过程里，难道他真以为我恨嫁、恋爱脑？我是年轻，但我父母锦衣玉食养育多年，不是让我为了几句情深意重的甜言蜜语去倒贴的。顺利拿到身份证后，我立刻就返回了京市。双肩包外层塞的牛皮纸信封是程月放进来的，里面只有一个半新的 U 盘。我回到公司的时候，人是非常意外。半天的时间里，我几乎都在内部系统里走各种流程，顺利填完简格给我埋下的所有坑后，我疲惫地靠在椅背上，手机屏幕上还在时不时地跳出他的消息，嘘寒问暖，一副担心的样子。就算千错万错，你总得露面让我解释不是。露露，不要冲动，千万不要伤害孩子。我一笑而过，随手把桌上我们的合照扔进垃圾桶里。那天回去，我难得睡了个踏实觉，醒来窗外阳光正好。我化了淡妆，套上职业套装，刷卡进闸机后，伴随着电梯逐步上升，心情也微微震动。不出意外，简格销假回来了。这也是公司海外项目立项的公布日期。当初他卡在这个时间段里请假，绝非偶然的。会议室里早早的布置过了，所有人按时都坐了进去。我放下包，拿着文件夹进到后门，随便找了个空位坐下。隔着一排排的后脑勺，我看得清前面第2排的简格。如此匆忙，我想他还来不及求证我是否如他所愿已离职。项目的策划书播到最后一页，屏幕上赫然是初创人员名单，高露清晰地出现在第2行。等一下，简格仓促地站起身来，是不是弄错了？我的名字不该出现，他的名字不该没有啊。但人事专员非常迅速地走上前去，贴近他耳语了2句，流程照旧进行，直到会议散场。简格站起身来，回过头，隔着往出走的人流，看见了同样站起的我，有一些距离，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，惊喜还是惊吓，亦或是愤怒呢？他大步流星地朝着我走过来，但才迈出步子，已经被人叫住，随即是几个人靠近。他一向挺拔的双肩不易察觉地垂落了几分。在公司的监察办公室里，他待了好几个小时。出来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见怪不怪地低头在忙碌自己的，只有我端着咖啡杯，在走廊里看他由远及近。他盯着我的眼神有点冷，但开口仍克制：“露露，我想不通你为什么会举报我，也想不通我为什么不告而别。”所以他死死地盯着我的肚子。我一只手掩在小腹上，面上云淡风轻的。姨妈推迟了几天，不过今早已经来了。她眼里风云突变，薄唇紧紧地抿成一条直线。所以呢，我靠近一点，用只有我和她听得清的声音一字一顿，只是碰巧看到了一些肮脏的东西，顺手提交了，顺便澄清了一些谣言。我抬头平静地盯着她，没有孩子，没有要回归家庭，更没有要主动让出所有机会。分手倒是真的，因为看清了一个人为了往上爬能有多龌龊。U 盘里的东西，其实我犹豫了片刻，感情里的背叛，是不是值得我让他满盘皆输呢？也不是看不清程月在拿我当刀。那天车里漆黑，只有他眼角的泪光晶莹剔透。我和简格在一起很多年，我以为他至少是懂我的，却在婚礼前背着他撕掉更好的录取通知书，只为折断他高飞的羽翼。
那时他尚且不算有出息，却忌惮他有更好的前程。什么样的爱可以如此自私呢？自私到在明明已经在京师立足了，却仍见不得他婚姻美满，频频的私下与他联系。后来更是单线联系了她的丈夫，感情里多余的那个，永远是不被爱的那个。这一切都在她不知道的时候进行着，亏得她还为他的长情而愧疚。终有这一天，丈夫坦白自己有了新的爱人，但眼圈却红得吓人。我什么都给你，谁让你不爱我呢？他的背叛更像是一种自我牺牲的成全，但却那么义无反顾。程月燃了一支烟，悠悠地吐出烟圈来，拿我当筹码，让我前夫为他大开绿灯。简格的爱是这世上最拿不出手的东西了。他说现在没有任何对未来的希冀，只想在深渊里拽着他一起沉沦吧。U 盘里是简格出卖公司交易资料换取资源的证据。程月说，每次和他躺在床上时，我都会偷偷拷贝一点，然后我有点懂他了。那种慢慢掌握对方把柄后的安全感让人沉迷。在提交举报资料的同时，我没忘了给自己留好后路。考虑到我举报后的人身安全，希望集团能优先考虑海外项目人选的派遣。我以为那天就是见证简格从此跌落谷底的开始，但次日一早，我就收到了被辞退赔偿的通知。我看了好几遍，几乎以为是我一夜间视力出现了问题。没错的，2N 的赔偿标准，甚至不需要我工作交接。与此同时，门外是不停歇的拍打声。我听见简格的声音从容不迫地传来：“开门，高露。我知道你在里面，我们之间有误会，我想还是需要当面解释清楚的。”我有种从胜利巅峰被人一脚踹进深渊的惊恐，再有胆量也不敢让他进来，只是调出号码拨了过去。他秒接：“露露，开门好吗？”一贯温柔如水，全然没了前一天的出离愤怒。我强忍着心底的恐惧，不可能的，有话就这么说。他叹了口气，声音徐徐传来：“你不告而别又做出这些冲动的举动，是程月唆使的吧？你怎么这么傻？他只是爱而不得，想拆散我们罢了。”我好气又好笑，不觉出口满是揶揄。你不提醒，我都不知道你这么抢手呢。简格不慌不忙，他离婚在前，一直找我复合在后。如果硬要较真，我确实对不起你。几次酒后都着了他的道，他解释的一副诚恳，但这些都是婚前的荒唐。我希望你能谅解。我以为的气急败坏没有出现，他比我想的还要胜券在握。高露，你动动脑子想想，如果我真的有问题，公司怎么可能放过我？项目委派名单已经挂在内网了，你可以去看。这次我是负责人，我压根不能登录，因为我被辞退了。他像是后知后觉想起似的。对了，这事也得怪我。公司希望你能避嫌。从前公司就对同部门的情侣有不成文的规定。简格说，现在都知道我们要结婚的。2N 已经是我能给你争取到的最大权益了。言下之意，让我不要不知足。他又拍了拍门，还有什么误会？你开门，我一一给你解释清楚，好不好？我冷笑2声，虽然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办法能全身而退，但我和你现在没关系了，打消你零元购取我的计划吧。你真让我恶心。他在门外沉默了片刻，仍是轻笑出声了。原来是因为这个，我倒是没想到你听得懂我们的方言。露露，你误会我了，那不过是饭桌上男人之间的牛皮罢了。在我心里，你如珍似宝，我的一切都是你的。这话听在耳里，连我的胃都跟着开始泛酸。他还在自说自话。我昨晚连夜去过你父母家了。我不由攥紧了电话。他不紧不慢地说，该解释的我也都解释了。
我连父母都没跪过，但你的父母我下跪了。如果这还不能证明我对你的诚意，你想我做什么只管提就好了。我听到这里已经实在忍无可忍。简格，你坦诚点，事到如今还在我面前这么惺惺作态，是为了什么？千万别说什么后悔了。他停顿了许久，这次倒是听出几分恶心的真诚来。外派至少3年，我没有时间再去经营一个合适的恋爱关系。时至今日，我是他别无选择的结果。他仍然理直气壮。我不觉得除了我，你还会有更好的人选。滚！我的情绪还是被他轻易的掀翻，只能粗暴地以一个字挂断。他在门外没有立刻离开。很快我收到了消息，我给你充分考虑的时间，在我出国前，你都可以答应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差点就把手机摔了出去。好不容易冷静下来，我想到联系程月问个究竟，但号码拨出去许久才接通，他的声音带着疲惫传来：“高露，不要再打来了。”我迫不及待地问他，那些举报证据为什么会轻易地被抹去？他笑得有几分凄凉。他早就留了一手，大概从一开始就防着我了。那些证据都只是他想用来试探程月的，别再打来了。他现在恨不得我死。挂断电话后不久，我终于知道了程月为何如此疲惫。简格的朋友圈里有一份自白书，他字字恳切地向我祈求谅解，配图里是一些聊天记录，断章取义地去看，程月无孔不入地在勾引他，而他无辜的只是没能守住男人的底线。我必须向我的未婚妻高露永久的忏悔，但我还是希望能挽回她。我甚至有点庆幸我们的孩子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来的，不然我会更负疚。他寥寥数句就把我和程月一起拉下了马。我冷笑着，已经气得脸色发白，而他就像躲在暗处的秃鹫，等着任何一个反扑的机会。我的手机一刻不停地响着，露露，如果这些还不能让你回心转意，或许我该提醒你，很多男人都是有洁癖的。只匆匆地扫过一眼，已经让我忍不住倒抽冷气。传过来的图虽然被他及时撤回，但我还是看清了自己赤身裸体的轮廓。他这已经是赤裸裸的威胁了。虽然公司发来的邮件明确表明我只需要线上签字，但我还是草草地整理了下，赶去了公司。从过闸机开始，就能明显地感觉到大家对我的避之不及。等电梯的间歇里，还是从前与我有过几分交情的人事专员过来攀谈。他有些尴尬地压低了声音：“就算你们小情侣在闹别扭，你也不能捏造事实举报他吧？”他叹了口气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还好简总监不计较，对你也是真的用心。”他叮嘱我以后如果跟着简格去了海外，也不要忘了跟他保持联络。等这风头过了，他肯定还会想办法把你弄回公司的。我心不在焉地听着，手不自觉地抱紧了胸前的笔记本，匆忙进到电梯里。在通往22楼的过程里，我紧张得如同复考。几个小时前，我失落地坐在笔记本前发呆，几乎以为自己就要这么被简格玩弄于股掌之中了。复合是不可能的，但我无法想象他会做出什么下作的事来。屏幕闪烁后熄灭的瞬间，我突然脑袋里灵光乍现，几乎是颤抖着手重新点亮，在缓存文件里匆匆地翻找。电梯叮的一声后打开来，我松了口气，看向22楼的办公室，鼓起勇气冲了进去。简格的感情终点，大概是牺牲一个人后的自我满足，而我从来没想过，我人生中会有一段感情像旅途中的深渊大坑，一时不察，险些要用一生去弥补。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，其实也只是过去了2、3天，对我而言却是度日如年。
一面是简阁3不5时发来的消息：机票订了，露露，别忘了我还在等你。出国前，我希望我们可以先领证，当然条件你来开。他就像坐在谈判桌上捏着满手的筹码，等一个单方面碾压的回应。另一面，透过他发给我的临时地址，我看到越来越多的肮脏画面，那些画面的主角无一例外都是我。虽然我明知道他们都不是真实的，依然百口莫辩。在连续多日都辗转反侧后，我终于等到了邮箱里的回传。那天早上，我感觉阴沉了多日的天际终于放出了一丝光亮。在赶去公司之前，我先去报了案。走出派出所的时候，已经是中午时分。我试着拿出手机给程月发了个消息，为这个人不值得搭上自己的一辈子，有时候还是得勇敢一点。对面很快就传来语音通话请求。我匆忙地接通，却在听见那个声音时浑身一颤。露露，我这么真情实感地在等你，你这样我会很难过。我慌乱之中摔了手机，仍听得见他不疾不徐的声音：你在哪儿？我来找你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站在十字路口，却觉得自己就在他的眼皮底下。也不知站了多久，在接到电话时，那边声音急促，慌乱中隐约听懂是在确认我的名字，让我去公司大楼。等我赶到已经是半个小时后，这期间我陆续接到公司同事打来的电话，总算弄清眼前的状况。公司在收到我传去的缓存交易文件后，经过调查已经报案。而得到了消息的简阁挟持着一个女人出现在公司楼顶，我心头一紧，猜测那是程月。等抵达楼下，消防已经铺好了充实垫子，但看着楼顶上渺小的那俩人，这垫子的安全性几乎微乎其微。在搭乘电梯上楼的途中，所有人都在向我传达一个讯息：不要激怒他。试试让他放松警惕，先释放人质。我还很难将人质和程月联系在一起。等打开楼顶的门，正对让远处搂着程月脖子的简阁，他依然穿着毛呢大衣，看上去衣冠楚楚，就连鼻梁上的金丝眼镜也如不久前一般端正。唯一变了的是眼神，不再平和沉着。他在看到我的瞬间，眼里闪过一道光，笑意浮起。你真有本事，能把我逼到这个份上。没人逼你，放开他。我耐着性子想劝他，眼前这一切也不过是进去做几年，你再执迷不悟。他不耐烦地打断了我，见你一面可真难啊。高露，你过来，我就放了他。被他勒在胸前的程月已经脸色苍白，始终紧闭着眼。他冲我招招手，像是又一次的服从性测试。我站在原地没动，他有些失望地看着我。露露，按照我的计划，你本该会很幸福的。我对此不得不报以冷笑。没人有义务按照你的人生剧本去配合你。我看着被他死死拢住的程月，差一点我就是他了。人有的时候太在意脸面，未必是好事。他本该很勇敢的，可却总是差了那么一点。心底浮动的恻隐，让我不自觉地朝着他走近。简阁，放了他，现在还为时不晚。我从未想过他会为此铤而走险，但我显然低估了他。他脸上的悲伤，仿佛全世界都在片刻间背弃了他。说得轻巧，你知道我走到现在的地位用了多少年？你轻而易举的就毁了这些。他看向我时，眼里只剩了深深的恨意。亏我到最后一刻都在给你机会，老老实实的跟我过日子不好吗？只要我从调派项目里回来，我们的一切都会改变。我并不想否认他说的是事实，但那不是我想要的。何况他身上有太多的槽点。一个想要在婚后用生活困住妻子的男人，
一个在婚前就忍不住采其毅力的男人。和他有相同想法的男人或许有千千万万，他们就存在于我们身边。没踏入婚恋关系之前，他们温文尔雅，风趣幽默。一旦握住你的软肋，或是洞悉了你的底牌，他们会伺机而动。等待你的不是幸福的未来，只有提线木偶的命运。转瞬间，我隐隐看到脸色苍白的程月猝然睁开了眼，紧咬牙关的同时，那双眼里尽是决绝。程月，我不禁失声惊呼。变故几乎发生在片刻之间，我身侧的救援人员先我一步冲了过去，仍晚了，甚至来不及听清绝望的叫声，也分不清那最后的一声惨叫是发自谁之口。说到我的例假已经推迟了10天时，我随即是凌乱倒退的脚步，是在边缘摇摇欲坠的挣扎，和沉闷的栏杆断裂后的失重。耳边呼啸而过的有惊呼，也有久远的笑声，似乎是程月曾在车里的声音。其实我知道往前一步，他或许就拉不住我，可我错在不够勇敢。看不清前路时，我总在踟蹰，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的摄像头。他一定很多次想过勇敢。垫子附近的血迹早早地被清洗干净。隔了几日，我去公司上班时，已经看不出那里曾发生过什么。每个人依旧行色匆匆，并不在意过往。经过闸机时，人事专员换了陌生面孔。我抬头看去，他抬头看过来。京市的薄雾仍在寒冬里积聚，你甚至记不住有哪些面孔似曾相识。海外项目的负责人一夜换新，在我原本被清理干净的工位上，早已恢复原样，多了一个信封，里面是海外派遣的一些手续注意事项。我在椅子前落定，除了一些尘土，看不出任何过去的痕迹。有的人蝇营狗苟，最后也不过是一抹浮尘，我却隐隐有种劫后余生的轻松。